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开篇之际，先给大家看几张照片。第一张是一个年轻男子和老人的合影。看到这张照片，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？正常人都会说它很正常，无非就是晚辈和长辈的合影。观察仔细一点，也许这位老人是个满腹经纶的学者，因为两人背后的书架上塞满了密密麻麻的书籍，最上面还有2本厚家伙。这老人估计是某一行的大拿。如果屏幕前的你真是这么想，那我们再来看几张照片。这张照片的主人公依然是前面2人。这位八旬老人犹如孩子般紧紧抱住年轻男子，还把自己头紧紧靠在年轻男子的胸膛，搭配老人这个表情，像极了一位娇羞的小姑娘。到了这里，合影依旧很正常，可接下来这张照片就似乎有点问题了。老爷爷居然主动亲吻了这位小伙子，而小伙子上一张的灿烂笑容早已面无表情。大家可能会觉得依旧很正常，因为印象中好像有那么几个国家见面是以亲吻的方式打招呼的。但如果小渊告诉你这2张照片是结婚照后，你还会觉得正常吗？还是上面那个年轻小伙子，但这张照片的老人就不是上面那个了。不知大家第一眼看到这张照片时，有没有一种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感觉？尤其是这位白胡子大叔微微抿起的小嘴，此刻正轻轻靠在年轻男子肩膀。年轻小伙子嘟嘟小嘴，以及2人似乎都没穿上衣的模样，这横看竖看都感觉不太对劲儿，总感觉有股莫名其妙的粉色荷尔蒙。接下来小渊就带大家扒一扒这几张照片背后的故事。故事内容非常狗血，创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能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事情还得从2019年的罗马尼亚说起。那天下午，当地社区里迎来了一位打扮时髦的小伙子。小伙子不但戴着太阳镜，烫着一头大卷发，手上还拎着几个时尚大品牌的购物袋。来到门前，他熟悉地按下了门铃。等了好一会儿，门口终于走出一个老太太。看着门口站着个光鲜艳丽的模糊小伙，老太太一边戴上脖子上的老花镜，一边朝门口走去。这是哪家的小伙子啊？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我记得今天没约人来家里做客呀。可还没等这位老太太反应过来，门口这位男子就大声说了一句：“妈，是我呀，您的宝贝儿子，我回来了。”说完就把太阳镜摘下，并把手上的礼物递了上来。老太太错愕了数秒后才反应过来，咦，还真是这家伙。可老太太不但没接过小伙子的礼物，相反还走回房里，拿起客厅的杯子，直接朝小伙子扔了过去。老娘没你这个儿子，你给我滚，有多远给我滚多远。听到玻璃被打碎的声音，老太太的伴侣也走了出来，往门口一看，确定是自己儿子后，直接抄起扫把就往门口走去。你还有脸回来，看老子不扫你几棍。这个被父母赶出家门的小伙名叫马丁，年龄28岁左右。就在前几个月，马丁父母本想把朋友家闺女介绍给儿子，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那闺女长得可叫一个水灵，忒适合当俺家儿媳妇了。可前脚刚要了对方女娃娃联系方式，这后脚自家儿子马丁就送了个惊天动地的礼物给自己，居然找了个7、8、10岁的老头结婚，还上了新闻。每天晚上坐在后院里看着天上弯弯的月亮，他们就想起自己的儿子，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，免得一出门就丢人现眼。看着以前儿子这张血气方刚的照片，再看看现在儿子做的事，这粉红色的底色真应景。无奈的马丁灰溜溜地回到车上，正当他准备离开时，口袋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。我的小宝贝儿，你啥时候回来看我呀？人家都快憋出病来了。电话另一头说出这些肉麻话语的人，既不是几岁的小孩子，也不是年轻的小姑娘，而是一个名叫菲利普的79岁老人。菲利普原本是一名牧师，退休前在当地一家教堂中主持教会工作，并且备受称赞。即使不是祷告的日子，许多老奶奶都喜欢找菲利普聊天。后来菲利普的子女建议他，人一老是很容易孤单的，要不找个老伴处处。毕竟老爸你可是有一堆铁杆女粉丝的人，这点事儿肯定难不倒你。
起初菲利普根本就不在意，都7老8十了，还搞这些玩意儿，要不要脸啊？直到退休之后，他才越发现，这上了年纪的人一旦闲下来，对孤独这2字就特别敏感。所以一次偶然机会中，菲利普在基友雷达的交友网站注册了自己的账号。出于好奇，小渊我登录了这个网站，一打开网页背景的图片就是2个男人的合影。难道这网站真的是传说中的那种网站吗？为了看看这网站究竟有什么特别，居然能吸引80岁的老人，小渊偷偷注册了一个账号。登录成功后，眼前一幕让小渊有点措手不及，里面好多又帅又壮的肌肉男，连我这男生看了都心花怒放。结合马丁以前的模特职业，到了这里小渊才总算明白为什么一个80多岁的老人会说出那样肉麻的话。虽说同性恋在欧美国家已经司空见惯，但菲利普和马丁2人还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。马丁是罗马尼亚人，菲利普则是英国人，2人不但跨越千里结成伴侣，还冲破了50年的年龄鸿沟。这么好的新闻素材，英国《太阳报》怎么能放过呢？面对记者的采访，菲利普表示，马丁是我从教堂退休后遇到的第一段漫长而有意义的关系，我非常爱他。他是有史以来最幽默最英俊的男人，经常让我笑到肚子疼。但记者马上反问，既然彼此如此相爱，那与马丁分居岂不是很煎熬？对此菲利普表示，因为马丁在为机场的租车公司工作的缘故，2人不得不被迫分居，但马丁每隔几个月就会飞回来与自己团聚。用菲利普的原话说就是，我虽然讨厌我们不在一起，但我们已经习惯了，并且我们现在的关系变得越发强大了。我也知道马丁作为年轻人肯定想在事业上做出自己的成就，所以我愿意给他一个自由的机会，让他和朋友们待在一起。当说出这些话时，菲利普虽然表现得云淡风轻，但实际上他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和马丁的矛盾。因为根据周围人的爆料，就在2人结婚还没满5个月时，马丁就经常去同志俱乐部鬼混到深夜，2人还因此发生过争吵。这也是为何2人婚后会分居两地。可即使这样，菲利普还是不愿意和马丁离婚。也许对于日子所剩无几的菲利普来说，他不想自己以人们口中的笑柄离开人世，所以为了让马丁回心转意，这位80岁的老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，卖掉了自己在英国的房产，然后飞到罗纳尼亚和丈夫一起生活。这让原本狗血的隔代基友恋又多了几分狗血。所以2人从此成为了幸福的基友吗？当然不是。菲利普搬到罗马尼亚后，一边靠养老金生活，一边还偶尔去教堂打下酱油，捞点外快。虽然酱油打得实在不怎么样，但还好菲利普平时很少花钱，毕竟对于一个80岁的老人，生活上的支出无非就是衣食住行基本4大样，哪像马丁每天桑拿夜店基友俱乐部逛个遍，花钱任性就算了，真正让菲利普寒心的是马丁居然背着自己和另外一个50岁的小三搞在一起。伤心的菲利普准备返回英国，可就在离开之际，他却不幸生病住院。更加倒霉的是，菲利普这病生得真不是时候。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，菲利普远在英国的亲人无法前来照顾他。在2020年5月31日半夜，菲利普永远离开了人世，只可惜在他死前最后一刻，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。在丈夫菲利普因病去世后，马丁获得了价值25万英镑的遗产，外加丈夫每个月2000英镑的退休金。在菲利普去世后，菲利普家人多次要求马丁归还遗产，但被直接拒绝。菲利普家人甚至扬言要以诈骗罪起诉马丁。不过小渊个人觉得，估计菲利普家人是没有追回遗产的希望，因为在2013年5月时，英国以336票支持、116票反对的意见通过了对同性婚姻的合法化，而菲利普的遗产又是在英国，所以在菲利普没有留下遗书，明确马丁不能获得财产的情况下，即使马丁在婚内期间出轨，即使马丁说自己只会为菲利普痛苦2天，即使马丁在自己丈夫尸骨未寒时，当着媒体的面直接说出自己很快会重新结婚的话，法院也不能从马丁手里收回菲利普的遗产。马丁横竖都是赢家。更讽刺的是，就在丈夫去世没多久后，马丁又找了一个有钱的西班牙基友，不过这位同志只有51岁，2人还一起接受媒体采访，参加综艺节目。其实有个问题小渊一直想不通，你说这人好好的，怎么说完就完了呢？
尤其是2个男人，完了之后岂不是没后代了？他们家里人会同意吗？就例如本期年龄相差半个世纪的菲利普和马丁，为什么菲利普会喜欢这样一个小伙子呢？小渊个人觉得应该是情感上的孤独。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老人，枯燥无聊的退休生活会逼迫菲利普思考面对死亡的感受。即使菲利普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，知道自己无法躲避即将来临的死亡，但他依旧会很敏感，甚至是害怕。在剩余的日子里，他需要新的刺激去分散这种害怕，而这样东西就是菲利普从未接触过的同性恋。但进一步讲，小渊认为他又不是同性恋。通俗点来说，在菲利普心中，马丁只是一个愿意听他唠叨的男人。就如马丁在接受英国《太阳报》采访时曾说过的一句话：我很喜欢跟菲利普在一起，跟他在一起的4年，我也喜欢上了历史。对于菲利普来说，他不需要马丁长得有多帅，也不介意马丁是罗纳尼亚人还是哪里人，只需要一份小小的幽默以及耐心，就能走进菲利普这位老人的心扉。对于菲利普来说，马丁只是自己生命时光中容纳情感的容器，但对于马丁来说，菲利普也许只是个用过就会被丢进垃圾桶的一次性杯子。因为年纪还不到30岁的马丁，他很难体会到菲利普那种面对死亡的感觉。菲利普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匆匆过客，就像你昨天吃掉一个橙子后，你今天还会主动想起他吗？马丁和菲利普这场狗血恋情被传开后，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。有人认为这一切都是马丁的阴谋，菲利普的家人更是把他说成吸血鬼、水蛭，吸走了菲利普的命和钱。这场恋爱到底是不是阴谋，是不是杀猪盘？也许真相只有马丁自己一人知道。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，直的东西变弯很容易，但弯的东西要掰直回来，那就很费劲了。且直且珍惜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